的理想 L7被撞，被这个旅游大巴又被撞，见了鬼了！这儿又撞一下，前部鬼使神差的被一个开问界的大姐又给撞了。现在真的就是天天出门就挨撞。我的理想 L7修好了，做期节目咱们说说这事儿吧。首先，先给大家回顾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在8月12号的时候，我夫人开着这辆理想 L7在颐和园附近，当时呢看到一对老夫妇要过马路，当时的速度是35，她采取了缓慢刹车的方式刹停来避让行人，从35到0刹了6秒，第7秒的时候被后面大巴给撞了，在停住之后又被撞出去1米。由于这个大巴车的设计问题呢，它的保险杠不是车最突出的地方，最突出的地方碰击的位置居然是它的雨刷器。所以它雨刷器直接把我的后备箱盖这儿撞了2个洞，整个后尾门报废。因为撞击，大巴车的雨刷器直接把它前挡玻璃干碎了，前脸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形。当时就这么个情况，大巴车全责的一个追尾事故。具体怎么处理的事故啊，这些事儿之前视频也有过，后面还会细说，现在就不多说了。下面主要聊聊我这个车吧。我们第2天就到了理想维修中心，当时去拆解定损了一下。后备盖报废啊，尾灯报废，然后整个里面的所有的这锁块什么全部变形报废。最惨的是整个后尾板变形，已经撞到这儿，全部折了。所以这个车呢进行了一个后尾板的更换，其实算不上切割，因为它的保险杠里面的那个后尾板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钣金件，把它给拆下来之后换了一个，然后用原厂的工艺、原厂的焊点把它焊上去之后，里外都做了防腐，然后又更换了一大堆配件。换了什么？现在给大家说啊，大家别着急，我相信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这个后尾板总成，就所谓切割更换的那个钣金件。后保险杠本体带支架，就是整个这个大保险杠啊。背门锁锁体总成，后尾门灯总成，这一条，这其实里面集成了那个副驾驶那个灯，包括刹车灯，所有灯都在里面。这车标给换了 ，L7这个背门焊接总成，就整个这后尾门，这是一个铝合金的件啊。背门门洞密封条总成，后背门下内饰板总成，这个还因祸得福啊！现在换新的了，之前我老拉东西刮着一道一道的，很烂了。咱这回换了个新的啊，车看着比原来更新了。尾门门槛内饰板总成带镀铬，这也换新的了，之前也划的不成样。后保中支架总成是里面的某个部件啊，支架的那个东西。后 logo 总成，车身密封胶，因为在焊接这些东西的时候打了不少胶。空腔防腐蜡，因为这车换后尾板了嘛，里面需要空腔注蜡，人家修车会把里里外外都给你弄得很彻底啊，该注蜡啊，该防腐都会做到，不会过2年再锈。后保险杠下饰板清洗剂、玻璃胶，因为这个玻璃摘下来了嘛，要重新粘一遍。理想的喷漆价格大概就是1200一块，这个价位。所以这整个的维修换件的金额呢是21312，维修的工时是3700多。辅料是146，一共是25246，修一个后嘴一套，大概25000多。说实话啊，我对这个车的坚固程度是满意的，因为当时那辆大巴撞上来，后保险杠完全没吃上劲儿，因为它是这儿鼓，等于完全是后尾门吃劲儿。18吨的大巴啊，我看它行驶证满载质量18吨，当时车上拉40-50人，18吨左右，一个18吨的车只撞后尾门。这车只损伤了后尾门和后尾板这尾这一块，还是非常结实的。就如果要是一个车身软一点的车，可能就炸开了。就所谓炸开，就是这块全都开了，就这个车身就完蛋了。那可能就连这个侧翼板都要切，全都鼓出来，对吧？车短一截子，那就完蛋了。所以说，理想的坚固程度还是可以的，我还是比较认可的。我觉得家人坐着这个车出行还是比较有信心的。总体来讲呢，维修质量我是非常满意的，这车跟新车一点区别没有，包括尾门的缝隙啊，包括油漆的色差。大家看，其实这个车非常容易出色差，它是一白银的车，做过维修的朋友都知道，白银是最难喷的，最容易有色差的。而且这个车的保险杠占了车身侧面的一大块，这俩要有色差就会很难看。有没有呢？有一点点，但是完全可接受范围内之内，因为新车也会有的。这是塑料件，这是金属件，它的显色是会有差别的啊，所以说。目前这个色差水平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，基本上看不出来。大家看这个喷过，这个没喷过，基本上没有色差。白银能做成这样是原厂配方的结果，外面调漆的那个肯定调不成这个程度。修车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呢？我们从8月13号定损，8月27号交的车，一共用了15天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快的啊。服务也是非常不错的，每一步他们都会给我发照片，今天到哪儿了呀？什么程度了呀？
然后最后的清单啊什么都在 APP 里非常的详细。在这儿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吧，就这种新势力的车，如果您开着出了事故，建议送到它的官方维修中心去定损维修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它的配件外面不见得有，而且外面的修理厂定损中心很难核清楚它价格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您常去的外边的修理厂是修奔驰、宝马、奥迪的这种，您的奔驰、宝马撞了，它能迅速的知道后备盖奔逸的原厂多少钱，拆车多少钱，副厂多少钱，很清楚就寻出来，大概管保险公司要多少钱，能协商。这个车很难，因为后市场外面的汽配城里头不见得有它的配件，很多新势力的车根本没有往那个渠道里放配件。所以说，如果咱们去官方维修中心，所有配件价格都在他们的电脑里，他只要拉出来，保险公司也认，这样定损能迅速达成协议，能迅速的完成，且它的配件渠道也非常通畅。像我这个后尾板就不是一个经常用的配件，但是他们的官方维修中心就能迅速的调到这个件给你换上。如果私人修理厂的话，整个定损过程、维修过程就会非常的麻烦啊，弄不清楚价格，还有可能要找保险公司再撕一下啊，再追，修完不够了，发现这尾门7000多，我们定了4000多不够，对吧？就会出现这种问题。所以建议大家，这种车出了问题，一定要到官方的维修中心去弄，是最高效、最能保证质量。关于这个车本身，我相信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到底有原来好吗？还是说折腾完这一遍之后就不行了？啊，包括它的价值是什么样的啊？首先，我觉得这个修法啊，对车是没有任何影响的，因为撞的不算厉害，那个后尾板就是一单独的钣金件，咱把它接下来换一个重新焊上去，没什么大事儿。而且很多东西都换新的了。对我来说，我不认为这个车经历这次事故之后跟以前有什么差别，价值呢肯定是会贬值的啊，毕竟你说出大天来啊，这车跟原来一样好，毕竟你撞过，毕竟你记录上有一修25000事故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就这个车来讲呢，现在残值应该20来万吧，最少要损失1万到1万5的残值，有这个记录。所以就15000块钱化成了这期节目啊，化成了这个流量，大家多多点点赞吧，就当帮我回血了啊。有朋友该问了啊，那你这个撞这一下算不算大事故车呀？以我一个前修理厂老板的认知啊。我觉得这车首先换过后盖，换过后杠啊，切过后尾板，是事故车是没得跑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不认为它是大事故车啊，这算是一个一般事故车吧。我的界定是这样的：如果只是喷漆，这就不叫事故车，就非原漆。如果我们换过门、换过盖，这其实就算是小事故啊。像我这就是正常事故。什么是大事故？如果这把大巴撞狠了，把这车撞炸开了，整个这块全瘪了，这儿鼓出来了，我从这儿切一后叶子板下来了，这就算比较大的事故车了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的这个车体动过，而且漆割过，还有就是车的前后纵梁，如果撞弯了、甩了、切过或者矫正过啊，包括车的 A 柱，如果撞断过啊，撞大卡车底下断了，整个切了一段。这就是大事故车，真正的大事故车就得折半卖那种啊，所以这个呢算有过事故的车啊，但是绝对不算大事故车，我是这么界定的，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？对，这儿又撞一下，这也跟大家说说吧，就是前2天也是我夫人开的，她正常的从那个高速收费站出来，但是呢，当时车特别多，好多条往一条聚嘛，她车身是正的，但是她被人挤的倒线跑到了自己车下边。然后另外一个车横着直接挤过来，撞到了这块儿，然后他还往前走了一点才发现，然后停下之后，我们被定了全责，对方别人撞过来反而没有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压线了。所以说，现在真的就是天天出门就挨撞，所以咱们就是得多100个心眼儿啊！这次事故我们得到的教训就是，虽然是防止追尾、缓慢刹车停。但是还是有被撞的概率，所以以后不遇到紧急情况，尽量别在路上刹停，是吧？这是个小教训。还有就是，无论多拥挤的路况，咱们得沿着线走。一压线，你看被人撞还弄一全责。我们这期理想 L7后嘴一套啊撞车修复节目，非常不幸的又拍了一期类似的节目。希望从这期节目大家能获取点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吧。啊，我这车也没算白撞，是吧？没白折腾这么半个月，损失1万多2万的残值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点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这集的白话汽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刚刚拍完这车修的
节目又被撞。刚才前车急刹，我刹住了 ，GL8 没刹住，我又被撞了，见了鬼了。哎，不得不承认，理想 L7这根防撞梁真的太厉害了。因为在碰撞的一瞬间呢，其实我的车尾是往上的，它是往下扎头的，等于一让 GL8 钻到我的底盘底下。防撞梁完美的扛住了所有的力，自己撕裂变形了。吃了力，这样我车的2根纵梁和后底板都保住了。如果这根防撞梁太硬，后果是什么？力会到我的后纵梁上，我后纵梁就起来了，底板也皱起来了。那么这车后边就切割大事故了。如果这防撞梁太软，吃不上劲儿，那我的里面的结构啊，整个的后尾板、后底板，所有就全都完蛋，甚至于伤到人。所以这根防撞梁真的中空设计，完美的受力变形，扛住了所有的力。这块呢也得 GL8 说一句啊，大家说你看你车都没事 ，GL8 撞成那样都不安全，其实真不是。为什么呢？碰撞的一瞬间，我急刹车，我的后尾上扬 ，GL8 也急刹车往下钻，等于它的防撞梁完全没起到作用。整个 GL8 是靠前机盖、前叶子板这么停下来的，50-60的速度啊，里面坐满了5个人，那么重的一个车，前机盖扛住了一切 ，A 柱也没变形，安全性其实可以的。这2辆车都挺棒的。我的车除了后防撞梁、后保险杠、后盖这一套啊，多少钱大家都知道了是吧？又换了一遍啊，后嘴2套以外没有什么大伤。但是这次呢，因为它钻到底下去了，底下稍微伤了一点，把我的空悬的那个储气罐给撞瘪了一点，所以换了一个储气罐，然后把我的排气管子给撞了，换了一个消音器。这俩东西其实稍微有一点贵。储气罐是1191块钱，消音器贵了5114块钱，就是因为换了一个消音器，造成这次比上次贵了。然后其他的东西其实都一样啊，后盖啊、后保险杠啊、保险杠里边的芯儿啊、车标啊，就不说了啊。刚才大家都知道多少钱了，所以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一上一下2次可以说严重的追尾，但是这辆车都扛住了，只换了后嘴2套，这个地方都是完美的。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大的切割更换，依然不算大事故车啊，我自认为它是个小事故车。而且我问了做二手车的朋友了，第2次撞就不贬值了，因为第1次已经贬过一遍了，再换第3次也不会贬值了。啊，玩笑归玩笑，理想 L7 的安全性真的是可以的啊。好多朋友说你这车老撞，你玩换了吧，我还真就不舍得换了。撞了2次，我知道它有多硬，有多结实。我现在在等小号的那个麦嘎。啊，就是所谓理想的 i 系列还是什么，等那个车出了，我会弄一辆。这个车给我爸妈开，因为它足够安全，我会比较放心。大家看这场景熟悉吗？其实我车早修好了，那为什么今天我又出现在这儿了啊？又回老家了，就是因为我的前部鬼使神差的被一个开问界的大姐又给撞了。大家看我停这儿啊，这是车位，这是底商龙椅门口车位，这是一个自行车道，这是一个人行道，外面是马路。有一个车也不怎么想的，非得到这儿来开，然后也不想怎么想的，非得在这儿扎个头，然后就撞到我的前保险杠上。这概率真是，人龙椅在这干了10几20年都没有我车做这种骚操作，然后就给我撞了。给我重现一下大姐怎么撞到我。这大姐开车不看前面，看她的360，侧着这么看，这么开着车。不是，她怎么把车开这儿了？这不是走车的地儿啊！走错了，走变道，他以为这是变道了，直接开上来。他以为这是行车道。对，所以我又来了，啊，这次是修这个前保险杠和后边那坨一块儿。来吧，交给你吧，继续修。他们一看我这车都乐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感谢大家收看我的后嘴2套小撞2次节目。我只想说一件事儿，家里人坐可以买这车，真抗撞。由于撞了这么多次啊，时长占满了。关于保险定损部分，这集就先不说了。后面我们会专门做一期保险定损的节目，还有更多的剧情。这几个月不光我这车撞，我们真是发生很多事儿，大家敬请期待。